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你们看到这个列表就知道什么事情了。那今天我主要是要整理一下现在那个统帅哪一位是已经被淘汰，而且也要看一下他淘汰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那当然今天讲的也是一样野战统帅啊，所以那些不是野战统帅的就没有讲到。那我也知道近期推出了新的远程统帅还有领袖统帅的，但是那两位统帅基本上没有变动到我之前做的排行榜，所以你们还是跟回之前的排行榜去选择你要觉醒或者是要培养哪一些统帅。那为了方便大家查看呢，这边我就会弄一个新的表格，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哪一些统帅如果是已经被淘汰，又或者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版本呢是已经不太实用的话，我就会换成红色的名字。 OK， 那么首先下面这一排呢，包括亚瑟、白起、秦始皇都还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边他们的名字不换。但是我听说有一些玩家讲秦始皇搭配珍珠效果还不错，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珍珠已经是被淘汰了，但我把这边颜色暂时放成黄色吧，把珍珠放成黄色。因为以现在的版本来讲呢，新的水晶科技比较多的是生命值或者是防御力提升，珍珠回血虽然可以帮助到一些，而且它的直接伤害也算是蛮高的，但加上他现在工兵统帅多数都是有 AOE， 并且他的爆发不算特别多，所以对我来讲珍珠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华莱是因为白起现在有用终极啊，再加上现在的版本其实也是需要用到终极伤害，所以没有问题。贝利的话也是处于黄色阶段，因为他围棋子那些呢还是有用到的，但是野战的话就不一定需要用到贝利。斐利二世的话也是处于黄色阶段，就是比较危险的情况吧，你们不一定要去觉醒这些黄色的统帅。海尔曼这个其实也是处于黄色的阶段，但暂时我们还是需要用到海尔曼。如果你使用两队工兵的话，就比方说你用秦始皇搭配李成桂，然后你就要用诸葛亮搭配海尔曼了。但是对我来讲，海尔曼有很大可能在之后推出新工兵的时候就会被淘汰掉，所以各位斟酌去培养海尔曼。暂时来说海尔曼还是可以使用的，流程没有问题。霍去病这个也是稍微要讲一下，其实霍去病对我来讲也是在黄色的地带了，因为以现在的骑兵来看呢，官方有很大可能之后推出的骑兵统帅都是终极的方向去发展。那其实现在真的还是可以用，因为它有 AOE， 那霍去病是完全没有 AOE 的，但是霍去病的爆发高，它的技能伤害提升很高，所以暂时还是可以使用的，但之后的事情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在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呢，其实你的统帅在战场的时间多了，有 AOE 的统帅会比较吃香一点，尤其是你在前面战斗的时候。所以对于现在版本来讲，霍去病有很大可能会被拉下去了，就是可能会被淘汰。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去培养的话，就要斟酌了。像我之前讲的，你有可能可以用贞德搭配亚瑟王，又或者是用贞德搭配其他的 AOE 统帅就行了，不一定要用霍去病。那贡沙洛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诸葛亮暂时来说也是没有什么问题，他的优点还是 AOE 爆发多，贡沙洛这个已经是没有用了。对我来讲它已经是红色了，真的没有问题。巴布尔还是很优秀的，布迪卡已经是变成红色了，也是一样的情况吧，单体，然后它的伤害也算比较低一点了。那西皮其实对我来讲是已经红色了。 OK， 我知道有不少的玩家依然还在用这西皮，并且策划之前有讲过不会完全的把步兵设计在终极伤害，但是我觉得这种话你们听听就算了。再加上现在我们其实是有那个转换师啊、洗炼师这些东西，它不可能完全停留在拥有终极伤害跟技能伤害的步兵上面的，所以我觉得之后的步兵应该会全面变成终极伤害，所以 CP 这种技能伤害的统帅呢，可能之后就不复存在了。那讲到 CP， 当然也是要讲到另外那个统帅，就是朗纳尔了，我忘记把这个东西复制下去了。那其实朗纳尔现在其实变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强，他刚出现的时候确实是感觉很强，但实际上我不确定是随着版本的更新呢，还是之后的统帅越来越强的关系，我感觉朗纳尔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强了，但是我觉得可以暂时放黄色地带吧，能用，但是对我来讲他的报告并不是很好看。司机是已经被淘汰了，我知道大家很难接受，但是还是得接受。本多忠胜也算是被淘汰了，应该是说本多忠胜被淘汰已经是很早的事情了，再加上他的主动技能如果也要释放的话会比较慢一点，如果作为
主将。那如果作为副将的话，他的主动技能伤害就要减半，所以基本上是没有用的。阿曼尼之前有一些玩家说可以野战了，但是对我来讲也是没有用，这边基本上都是红的。巴加尔对我来讲也是没有用，也是红的。他只有反伤高而已啦，没有什么输出爆发，所以也是一样没有用。托军金黄色吧，能用，但是如果之后推出新的步兵的话，有很大可能会被替换掉，所以这个暂时在观望。亚德维加虽然他是驻防了，但是我觉得也是没有用了。那贝特朗这边忘记讲了，贝特朗其实也是一样变红了。贝特朗的效果没有这么好，他实际上用下来跟 K2 的统帅差不多。项羽也是红了，图拉真也是红的。原本想着说新的水晶科技能不能拿它出来用，结果还是不行。尼布黄色地带，尼布勉强能用，但是并不是说很好。居鲁士红，这个兹诺比亚是驻防不说，哈拉尔也是红了，基本上这边整排都是红了啦。威廉暂时还能用黄色地带吧，暂时，但是很快它就要变红了。有没有可能霍去病先变红，威廉还没有变红呢？很难讲哦。这边顺便讲一下，斯特凡能用，加沙马达能用，玛格丽特对我来讲是已经红了，不要去培养，没有什么用。斯巴达王关羽黄色吧，在日落峡谷、斯洛峡谷还是可以用的。斯巴达直接红。阿提拉能用集结，但是这边就不讲。武田没用，这个是完全没有用的统帅，不要去培养。查理曼没用。爱德华如果是说用到他的技能还是有用的，但是如果实际上说野战的话是没有什么用了。君士坦丁也是红的。其实亚历山大还能用，但是我觉得之后可能会被替换掉。像腓力二世这样子啊，他们只是搭配刘彻的一个配饰吧，就是刘彻强大才领到这两个统帅比较强大而已。萨拉丁、铁木真没用，红胡子凯撒没用，这边我觉得就只有李成桂能用吧，所以我们直接干脆这样子。李成桂是存活的，它是有用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啦。你们可以看到黄色的就是不稳定，黄色就是有很大可能会被替换掉，很大可能会被淘汰，所以黄色的部分要不要去培养呢？你们就自行斟酌。不过我觉得如果是说下次的步兵推出也是重击的话，华莱士其实还是可以生存的，除非他两个统帅都是重击，并且根据上次推出的步兵来看呢，上次是驻防嘛，下一次可能是集结，或许某一位集结统帅可以搭配刘彻或者白起使用的话，那华莱士可能也是会被淘汰，又或者是在黄色的部分。比较尴尬的部分还算是工兵吧，工兵这边因为你讲能用的就诸葛亮、秦始皇、李成桂，这个是之前就觉醒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诸葛亮的配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问题啊，到底要搭配海尔曼好呢，珍珠好呢，还是其他的统帅，比方说尼布也是可以的。那这边就要看年度统帅哦，看官方设计年度统帅是谁，能不能搭配诸葛亮一起使用，又或者是可能要等到下一代的工兵，但是等下一代的工兵要等很久哦，差不多要等10个月左右，没有这么快，所以暂时来讲我们还是需要用到海尔曼的。至于骑兵的话，因为在这一次的领袖还有远程统帅出现之后，就是骑兵统帅出现了嘛，所以短时间内应该会看到骑兵会有更新了，最快应该是在12月或者是11月的时候就会看到新的骑兵，也有可能年度统帅也是骑兵统帅，因为去年推出了朗纳尔 P， 也就是步兵统帅嘛，所以今年大概率就是骑兵或者是工兵了，看官方要推出哪一个。那根据我之前做的那个数据呢，就是国服的玩家投票，第一名是李世民来讲的话，大可能是骑兵啦，但是也有可能官方他们要玩套路呢，出一个工兵出来了，因为工兵现在比较尴尬一点，比较起骑兵。OK， 大概是这样子吧。那这个列表是我个人的分析跟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有可能某一些玩家会觉得说没有啊，珍珠很厉害呀，海尔曼还是很厉害啊，你想要去培养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是以现在的情况来做推测啦，这几个黄色的统帅有很大可能会被替换掉，那红色的呢是完全不建议大家再去培养了。当然有一些玩家问新的远程要不要去弄啊，其实要的话也是可以去弄了，只是我不确定它是在幸运轮盘还是 MG，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弄第2队远程的话是可以考虑去弄的。 OK，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